今天我们来说这对反义词，字面意思是颜色，黑色、白色。在日常生活里，它们还有一些别的用法。我介绍的这些词组会区分书面语和口语，希望你在我的视频里能学到一些更生活化、更自然的表达方式。我很高兴你喜欢中文，也欢迎你和中国人做朋友，和我做朋友。好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字，黑。黑，你看它是这样的笔顺来写，读黑。黑，你边看它边听我说好吗？首先，它是像煤或墨的颜色，生活里会有这样的搭配。黑板，黑板，老师过去在黑板上写字，现在用触屏的笔写，触屏的笔写投到显示器上，不用再擦黑板啦。黑板，黑板，脸都晒黑了，脸都晒黑了。我出去潜水，脸都晒黑了。我出去潜水，脸都晒黑了。去滑雪也会晒黑的，雪面会反射紫外线，去滑雪也会晒黑的。晒黑一些我觉得挺好看的，晒黑一些我觉得挺好看的。他天天冲浪又晒黑了不少呢，天天冲浪又晒黑了。晒黑可以呀，不要晒伤了，脱皮会很痛。不要晒伤了，脱皮会很痛。晒黑，晒黑。黑白分明这个词是用来形容对事物的是非、善恶、真假这些界限非常清楚，没有模糊或混淆的地方。他这个人呀，黑白分明的，你不要骗他。黑白分明的，你不要骗他。这个词强调他对事情是有明确的判断和清晰认知的，不容易被糊弄。可我觉得有些事儿没有办法黑白分明呀，你允许是非对错有一些灰色地带吗？黑白分明，灰色地带。白纸黑字是指白纸上写着黑字，有确凿的文字证据，不容否认抵赖。他欠钱不还吗？有没有写欠条？那白纸黑字的，他没有办法赖账，去告他。白纸黑字的，他没有办法赖账的，去告他。如果被家暴，就让他写悔过书。你有了白纸黑字的证据，下次他再家暴，你就可以起诉离婚了。有了白纸黑字的证据。有什么事情需要白纸黑字呢？需要证据的事情就得写白纸黑字的证据。有关颜色，黑这个字还指暗，没有光线就是黑。比如天黑了，天黑了，屋里很黑，屋里很黑。英文里是用 dark 这个词对吗？在中文的口语里，我们用黑这个字，只有书面语会这样写，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，天色渐渐地暗了下来。屋里灯光昏暗，屋里灯光昏暗。黑这个字指晚上、夜晚。比如他摸着黑出去上厕所，摸着黑出去上厕所就是没有开灯了。摸黑就是口语里面的词。比如这里有很多偷车贼，他们通常是摸黑动手，他们通常是摸黑动手。起早贪黑，起早贪黑这个成语，黑也是晚上的意思。起早贪黑，比如干餐饮的人很辛苦，他们天天都起早贪黑的，他们天天都起早贪黑。我以前有说过的字的用法，在中文里很常用哦。我的工作是不用早起的，只需要贪黑，加班加到半夜是经常的事儿。像这样分开来说也是可以的。我的工作不用早起，只需要贪黑。黑字的最后两个用法比较有意思。第一个，表示秘密的、非法的、不公开的，比如黑市、黑化、黑户、黑社会这几个词在生活里会听到。这种非法交易在黑市上才会有。
非法交易在黑市上才会有。我不知道在哪儿找黑市，我没有接触过，也没有兴趣。去哪儿找黑市？还有，你在说什么黑话，我都听不懂。你在说什么黑话，我都听不懂。互联网有很多黑话，突然流行起来的梗，我都听不懂。黑话、梗都听不懂。和同龄人说黑话，开开玩笑问题不大，和长辈说些黑话就不太礼貌。和同龄人说黑话，他的孩子没上户口吗？黑户可没办法读书呀，以后怎么办？黑户没办法读书，以后怎么办呀？非法移民过去就是黑户呀，人身安全没有保障。非法移民的就是黑户。现在没有黑社会呀？也许有吧，我没见过。现在没有黑社会。过去黑社会用来指一个群体，现在口语里面会把黑社会当作形容词来用。比如，你怎么穿的跟个黑社会似的？你怎么穿的跟个黑社会似的？他的言谈举止很粗鲁，像个黑社会，像个黑社会。有纹身的人以前都被当作是黑社会，现在好像是个性化的符号。年轻人很喜欢去纹身，跟黑社会没有关系。黑社会。最后一个用法表示坏、狠毒，会和心这个字搭配在一块使用。比如黑心商贩，黑心商贩，你的心好黑呀，你的心好黑呀。黑心肠的人，黑心肠的人。现在的黑心商贩什么都往食物里放，黑心商贩什么都往食物里放。你去农贸市场买东西要小心，黑心商贩最喜欢缺斤少两了，你最好去超市买。黑心商贩最喜欢缺斤少两，他太黑心了，背叛了自己结发多年的妻子，一有钱就跑了，太黑心了。他的心好黑呀，他太黑心了，这样的搭配比较自然。还有，他遇到个黑心肠的婆婆，嫌孩子吵闹，竟然给孩子喂安眠药。黑心肠的婆婆，这个就是黑心肠。他的心怎么会这么黑呀？心地善良就是黑心肠的反义词了。他的心心地善良，他的心黑心肠。好，有关黑字这几个用法，我们再来一起回顾一遍。第一个，颜色，像煤、墨那样的颜色呢，就是黑。黑板晒黑，黑白分明，白纸黑字。第二个，没有光，黑暗的意思。天黑了，天黑了，屋里很黑，屋里很黑。第三个用法，晚上，摸黑，摸黑，起早贪黑，起早贪黑。第四个用法，秘密的，非法的，不公开的，比如黑市、黑话、黑户、黑社会。黑市、黑话、黑户、黑社会。第五个，坏、狠毒，心太黑了，心太黑了，黑心肠，黑心肠。接下来是白字，第一个用法表示颜色，雪是白的，雪是白的，纸也是白的，纸也是白的。拍照之前要调白平衡，拍照之前要调白平衡。第二个用法表示清楚、明白，比如真相大白，真相大白，不白之冤，不白之冤。这两个成语在生活里会听到。终于真相大白了，终于真相大白了，一到周末它就消失了，原来啊是已经结婚了。你听我解释，这种不白之冤我可太委屈了，这种不白之冤我可太委屈了。不白之冤呢，就是没有得到辩解或洗刷的冤屈，不听别人解释就误会别人，那他就会受到不白之冤，不白之冤。第三个用法没有加什么东西，空的，比如白卷、白饭、白开水，还有一穷二白。这几个词，白字呢就是这个意思，空的，没加什么东西。白卷是说考试的时候什么都没写就交上去了，交了白卷。
生活里面会这样用：这个月销售额虽然没有完成，但不至于交白卷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完成了一部分销售计划，不会完全没有，完全空白，那就是交白卷。白饭，我又不是吃白饭长大的，家里需要我，我肯定要回去呀。白饭，你是吃白饭的吗？去做家务呀。你是吃白饭的吗？去做家务呀。白饭在这种语境下就是免费的，不付钱的意思啦。吃白饭的，我不能总来你家吃白饭呀，这次我带了些礼物给你。我不能总来你家吃白饭，这次我带了些礼物给你。白吃、白给、白看，这些都是不花钱的意思。这个背包是超市白给的吗？意思就是超市的赠品了。白给的，白给的。我的照片可不能让你白看，你把你的照片也发我吧。白看。白开水，白开水呢就是煮过了、沸腾过的水，就是白开水。生活里面会这样用：它像白开水一样无趣，它像白开水一样无趣。我觉得日子过得像白开水一样也挺好的。日子过得像白开水一样也挺好的。一穷二白，一穷二白，穷指的是物质基础差，白指的是文化或科学落后，用来形容一个人。想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现状，就得从教育开始。想要改变一穷二白的现状，就得从教育开始。他从大山里走出来，一穷二白的，但是善良淳朴。他一穷二白的，但是善良淳朴。第四个用法表示没有效果，徒劳无功。比如白跑一趟，白跑一趟，白费力气，白费力气。超市早就关门了，害我白跑一趟。超市早就关门了，害我白跑一趟。你想帮他健身吗？别白费力气了，他每次都坚持不了1周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他每次都坚持不了1周。用眼睛这样看别人一眼，就表示轻视或不满，就叫白了他一眼。比如这样，这样就是白了他一眼。如果谁家有人过世了，在中国呢就叫白事。白事，我朋友家里有白事，我得去一趟。我朋友家里也有白事，我得去一趟。好，今天的内容我说完了，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白字的用法。第一个表示颜色，白色，白平衡。第二个表示清楚明白，真相大白，真相大白，不白之冤，不白之冤。第三个表示没加什么东西，是空的，有这几个词：白卷，白卷，白饭，白饭，白开水，白开水，还有白给白看，一穷二白，一穷二白。第四个表示没有效果，徒劳无功，白跑一趟，白费力气，白跑一趟，白费力气。这样看人呢，就是白了他一眼，白了他一眼。别人家里有人过世，就叫白事，白事。好，今天我们的内容就这些啦，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